各位中老年朋友，还有咱们做儿女的年轻人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家家户户茶几上、果盘里都少不了的养生明星，也是咱们逢年过节最爱送的李核桃。说到核桃，我估计10个人里有9个会脱口而出，吃核桃补脑啊！尤其是咱们年过60岁的叔叔阿姨们，退休后闲下来了，最怕的就是脑子不记事，反应慢。大家甚至担心自己患上阿尔茨海默症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，怕给儿女添麻烦。所以很多长辈把核桃当成了灵丹妙药，每天抓一把当零食吃，觉得吃得越多，脑子越灵光。但是今天我要给各位泼一盆冷水，也给大家提个醒，核桃补脑是真的吗？年过60岁以后，如果吃核桃的方法不对，不仅脑子没补好，反而可能把血管给堵了，甚至吃出一身的基础病。您先别急着反驳我，听我给您讲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。咱们小区有一位老李，今年刚满65岁，退休前是个会计，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，脑子特别活泛。可是退休后，他发现自己老是忘事，出门经常忘带钥匙，有时候炒菜放了盐，转头就忘了，又重复放一遍。老李心里犯了嘀咕，生怕自己得上老年痴呆。后来，老李在电视上看了一个养生节目，节目里说核桃长得像大脑，可以以形补形，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是补脑的黄金食物。老李如获至宝，第2天就去农贸市场买了10斤大核桃。从那以后，老李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，每天必须吃半斤核桃。不管是看电视、下象棋还是出门遛弯，他的兜里总是揣着几个核桃，想起来就剥2个塞嘴里。他老伴劝他，老头子，这核桃全是油，你吃这么多不怕腻得慌？老李脖子一梗，反驳道，你懂什么？人家专家说了，这是好脂肪，吃多少都不长胖，还能防痴呆呢。我这是给大脑加油。就这么坚持了大半年，老李的脑子有没有变灵光咱们不知道，但他的身体却出了大毛病。有一天早上，老李刚起床，突然觉得头晕目眩，眼前发黑，胸口还闷得慌，走路都直打晃。老伴吓坏了，赶紧叫了120，把他送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医生给老李做了一系列检查，抽血，做颈动脉彩超。等报告单出来，医生看着单子直摇头。医生把老李老伴叫到一边，严肃地说，大爷，这血脂太高了，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严重超标，血液粘稠的像粥一样。更危险的是，颈动脉里发现了明显的斑块，而且斑块体积不小，血管狭窄度已经超过了50%。这次头晕就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，如果再晚来一步，斑块一旦脱落，引发的就是脑梗。老李躺在病床上，一听脑梗2个字，吓得冷汗都下来了。他委屈地问医生，大夫，我平时肉吃的不多，也不怎么吃大鱼大肉，怎么血脂会这么高呢？医生详细询问了他的饮食起居，当听到老李每天吃半斤核桃时，医生叹了口气说，李大爷，您这哪是在补脑啊，您这是在给血管灌油啊。核桃确实是好东西，但您这个吃法，神仙也受不了。听到这里，各位叔叔阿姨，您是不是也倒吸了一口凉气？如果您或者您的父母现在每天还在大把大把的吃核桃，那今天这段内容您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完。大家最好点个收藏，或者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，让全家人都看一看。因为60岁以后吃核桃，如果不避开以下这3个致命误区，吃错不仅不补脑，反而是在催老堵血管。接下来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，好好聊一聊核桃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养生果。咱们先来客观地评价一下核桃到底是不是好东西，它到底能不能补脑。从传统中医和民间认知的角度来看，咱们讲究以形补形。您剥开一个核桃仁，看看那沟沟壑壑的形状，是不是跟咱们人类的大脑皮层特别像？左边一半，右边一半，中间还有褶皱。所以老一辈人就觉得吃着长得像脑子的东西肯定能补脑子。这虽然是朴素的经验主义，但也确实有其道理。而从现代营养学的科学视角来看，核桃之所以被营养学家推崇，是因为它确实含有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非常友好的核心营养成分。首先，核桃里最宝贵的成分叫做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，尤其是其中的亚麻酸。咱们的大脑有60%的成分都是脂肪，而这些脂肪里最需要的就是欧米伽3。您可以把欧米伽3
想象成大脑神经细胞膜的建筑材料和润滑油。当咱们摄入充足的欧米伽3时，神经细胞膜就会变得柔软、有弹性，神经信号在细胞之间的传递就会十分顺畅。这就表现为咱们记忆力好、反应快、思维敏捷。相反，如果缺乏这种脂肪酸，大脑的齿轮就会干磨，信号传递变慢，人就会觉得脑子像生了锈一样，反应迟钝。其次，核桃里还富含维生素 E 和锌。维生素 E 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，咱们的大脑在高速运转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，这些自由基就像是大脑里的铁锈，会攻击和破坏脑细胞，导致大脑衰老。而维生素 E 就像是除锈剂，能有效清除这些自由基，保护脑细胞免受氧化损伤，从而延缓大脑的衰老过程。锌元素则是维持大脑正常记忆和认知功能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。所以结论很明确，适量吃核桃对保护大脑、预防认知功能下降确实是有科学依据的，它是名副其实的健脑。但是请各位注意这个但是，任何好东西一旦过了量就会变成负担。核桃最大的隐患就在于它的脂肪含量和热量。咱们来看一组直观的数据，核桃的含油量极高，每100克核桃仁中脂肪含量高达60克到70克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也就是说，您吃下去100克核桃，差不多有60-70克都是纯的油脂。咱们再换算一下热量，100克核桃仁的热量大约是600到650千卡。您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概念，我给您打个比方，1碗2两的白米饭热量大约是116千卡，您吃100克核桃相当于吃了整整5碗半的大米饭。如果您吃的是肥肉，100克肥猪肉的热量大概是800千卡，100克核桃的热量几乎快赶上一块大肥肉了。很多叔叔阿姨觉得核桃里的是好脂肪，是饱和脂肪酸，吃多了也没事儿，这就是最大的误区。不管是好脂肪还是坏脂肪，它本质上都是脂肪，进入人体后都会转化为热量。如果您每天像老李那样吃半斤，也就是250克核桃，那您每天额外摄入的热量就高达1500千卡以上，额外摄入的油脂高达150多克。咱们中老年人的基础代谢率本来就比年轻人低，每天消耗的热量有限，这多出来的巨大热量和油脂消耗不掉，就会全部变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，囤积在您的血液和血管壁上。长期这么吃，首先会导致血脂异常，血液变得粘稠，血流速度减慢。其次，多余的脂质会沉积在血管内皮上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让原本宽敞的血管变得狭窄，甚至堵塞。这就是为什么老李会查出颈动脉斑块和脑供血不足。更可怕的是，大量的脂肪还需要肝脏来代谢，长期让肝脏超负荷运转，极易诱发脂肪肝，加重肝脏负担。所以营养专家给出的明确建议是，坚果虽好，必须控量。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建议，成年人每天摄入的大豆及坚果类食物中，坚果的推荐量是10克左右。请注意，这10克指的是去壳后的纯果仁重量，换算成核桃，10克核桃仁就是2到3个完整的核桃仁。您没听错，不是2-3个带壳的核桃，而是剥出来的2-3个完整的核桃仁，大概是4到6个半块的核桃碎。这就是60岁以上中老年人一天最安全、最健康的食用上限。对于特殊人群要求就更严格了。如果您已经有高血脂、高血压、糖尿病这3高问题，或者体型肥胖，每天吃1到2个核桃仁就足够了，解馋，补充点营养即可，千万别贪嘴。如果您患有胆囊炎或者胆结石，在疾病发作期最好一口都别吃，因为高脂肪会强烈刺激胆囊收缩，引发剧烈的胆绞痛。说完了核桃本身的好处和隐患，咱们再来看看市面上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核桃加工产品。很多长辈觉得剥核桃太麻烦，或者觉得原味核桃口感有点涩，就去超市买各种口味的核桃，结果不仅没补成脑，反而踩了大坑，吃出了一身病。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盘点3种中老年人最容易踩坑，必须慎吃甚至少吃的核桃黑名单，大家一定要认真听，回家赶紧检查一下自家的零食柜。第1种黑名单，琥珀核桃、糖霜核桃，属于糖油双重负担的甜蜜陷阱。去超市的坚果区，您肯定见过外表裹着一层亮晶晶糖衣，看起来金黄诱人，吃起来又甜又脆的琥珀核桃，还有表面裹着一层白白糖霜的糖霜核桃。很多阿姨特别喜欢买，觉得甜甜脆脆的，家里小孩子也爱吃。但是
您知道这层漂亮的外衣是怎么做出来的吗？在加工过程中，商贩为了追求口感和卖相，会把核桃仁先放进高温油锅里炸一遍，让它变得酥脆，再放进熬好的浓稠糖浆里翻滚。糖浆一般是白砂糖、麦芽糖甚至果葡糖浆，让每一颗核桃都裹满糖分。这就意味着原本健康的核桃，经过这番加工，彻底变成了糖油混合物的热量炸弹。咱们来看数据，每100克琥珀核桃中，额外添加的糖分往往高达30克以上，甚至超过40克。油脂含量也会因为油炸进一步飙升。咱们中老年人胰岛功能本来就在逐渐衰退，对血糖的调节能力变弱，吃这种高糖坚果会导致血糖在短时间内迅速飙升。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，不仅会增加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，更可怕的是，多余的糖分会和体内的蛋白质发生糖化反应，生成晚期糖基化中产物。这种物质会加速血管老化，让血管失去弹性，还会直接损害大脑神经元，加速认知功能的衰退。也就是说，您本来是为了补脑吃核桃，结果因为摄入过多糖分，反而让大脑老得更快。正确建议是，绝对不要买任何带糖衣、挂霜、蜜汁的核桃。买坚果永远只看配料表，配料表里只能有核桃2个字，不能有其他成分。想吃甜味儿，吃完原味核桃，再吃半个苹果或者几颗蓝莓，这才是健康的天然果糖。第2种黑名单，盐焗核桃、五香核桃、焦糖核桃，属于钠盐超标，用香精掩盖变质的陷阱。有些叔叔阿姨不喜欢吃甜的，偏爱带咸味、香味浓郁的五香核桃、盐焗核桃，觉得这种口味适合下酒配茶。还有的长辈，核桃放久了有哈喇味，舍不得扔掉，就偏爱买重口味的加工核桃。这里面的门道非常多。首先说说重口味的危害。为了让核桃口感丰富，加工时会加入大量食盐、酱油、味精以及各类香精香料。每100克这种风味坚果，钠含量往往高达几百甚至上千毫克。中老年人血管弹性变差，对盐分十分敏感，摄入过多的钠会导致体内水分难得流，血容量增加，直接引发血压升高。对高血压人群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最可怕的是核桃的哈喇味，很多不良商贩会把存放过久、脂肪已经氧化，产生哈喇味的陈年核桃，通过重度烘焙，添加大量香精和焦糖色素，做成五香、焦糖口味，以此掩盖核桃变质的味道。核桃一旦出现哈喇味，就说明内部不饱和脂肪酸已经严重氧化，产生了大量过氧化物和醛类物质。这些物质会破坏核桃原本的营养，进入人体后会产生大量自由基，损伤肝细胞和胃肠道黏膜，长期食用存在致癌风险。而且变质核桃极易滋生黄曲霉素，这种毒素毒性极强，主要攻击人体肝脏。正确建议是，买核桃一定要选原味的，食用前先闻一闻，有刺鼻、油耗味、哈喇味，或者吃起来发苦发涩，立刻吐掉，全部扔掉，不要试图水洗。高温煮沸去味，黄曲霉素耐高温，普通烹饪无法将其破坏。第3种黑名单，核桃粉、核桃露、核桃乳，属于含隐形糖、营养大量流失的伪健康陷阱。很多子女逢年过节会给父母购买成箱的核桃乳、核桃露，还有可以冲泡的核桃粉。广告宣传常年主打经常用脑，多喝核桃饮品。很多老人也觉得液体饮品好吸收，不用剥壳，十分方便。但大家仔细查看核桃乳的配料表，就能发现问题。配料表第1位永远是水，第2位大多是白砂糖或者果葡糖浆，核桃仁往往排在第3位，甚至更靠后。部分产品的核桃实际添加量不足 5%， 也就是说，大家高价购买的核桃饮品，本质是加了核桃香精和增稠剂的糖水。这类饮品核桃营养微乎其微，还含有大量游离糖。老人饮用后血糖会快速升高，长期饮用会加重胰岛素抵抗。医学研究表明，长期高糖饮食引发的代谢紊乱会损伤大脑微血管，增加血管性痴呆的发病风险。再说说核桃粉，核桃被打成粉末后，细胞壁会完全破损，内部油脂直接接触空气，如果不添加大量抗氧化剂，短时间内就会氧化变质。商家为了改善口感、延长保质期，会在核桃粉中添加大量植脂末、糊精和白砂糖。植脂末含有反式脂肪酸，是心血管的超级杀手，会升高坏胆固醇，降低好胆固醇，加速血管堵塞。
正确建议是，想喝核桃饮品，尽量自己在家制作，用破壁机，每天放2个核桃仁，搭配黑豆、黄豆和几颗红枣，打成无糖核桃豆浆，营养完整保留，安全又健康。市面上含糖的核桃乳、核桃粉，大家尽量少买少喝，避开这3个大坑。最后咱们总结一下，60岁以后怎么吃核桃才能发挥最大益处？真正做到吃对是宝，吃错是草。我给大家整理了5条黄金食用法则，建议大家记下来。第1条法则，严控每日总量，牢记23口诀。每天最多食用10克核桃仁，大家记住，每天吃2到3个完整核桃仁即可。薄皮纸皮核桃2到3个带壳核桃就足够，厚壳大核桃1个半即可。直观判断方法，手心凹起，核桃仁平铺手心，不冒尖，就是1天的标准量。食用时细嚼慢咽，让唾液酶与核桃充分融合，减轻肠胃负担，提升营养吸收率。不要边看电视边无意识吃核桃，很容易超标。第2条法则，优选原味带壳，拒绝散装裸核桃仁。带壳核桃的硬壳是天然保鲜层，能隔绝空气，防止油脂氧化变质。大家吃多少剥多少，不要一次性剥大量核桃仁存放。裸露的核桃仁接触空气，几天就会氧化变质。挑选带壳核桃有3个技巧：一看，外壳色泽自然，不要过白，避免漂白核桃；不要过黑，避免发霉核桃。2闻，只有淡淡木香和坚果香，无刺鼻异味。3掂，手感有分量，摇晃无空心响动，代表果仁饱满。第3条法则，选对食用时间，早上食用是黄金期，吃核桃的最佳时间是早餐时段或者上午加餐时段。经过1夜睡眠，身体急需补充能量，早上人体新陈代谢最旺盛，核桃中的优质脂肪和蛋白质能提供持久饱腹感，补充全天精力，白天也有充足时间消耗热量。可以将核桃仁掰碎，搭配燕麦粥、无糖酸奶、牛奶食用。牛奶、酸奶中的脂肪能提升核桃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率，切记不要晚上睡前吃核桃，夜间代谢速度变慢，高脂肪坚果不易消化，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，多余热量还会转化为脂肪堆积。第4条法则，搭配3餐食用，解锁健康吃法。干嚼核桃单调，可以融入日常3餐，可以制作菠菜拌核桃仁，菠菜焯水去除草酸，核桃仁无油干贝出香，加少许生抽、醋凉拌，兼顾膳食纤维和优质脂肪，营养互补。也可以熬制核桃黑豆养生粥，搭配黑米、黑豆和碎核桃，适合中老年人秋冬养生。重要提醒，当天吃了核桃，炒菜的食用油就要减少半勺，采用油脂替换法，保证全天脂肪摄入不超标。第5条法则，科学储存，做好防霉防氧化。核桃不要随意装袋放在厨房橱柜，厨房温湿度高，核桃容易受潮发霉。带壳核桃装入透气布袋、网袋，放置在阴凉干燥通风处。剥好的核桃仁装入密封容器，挤出空气。短期食用放冰箱冷藏，长期存放放冰箱冷冻。低温可以延缓油脂氧化。最后记住核心底线，核桃仁发黑、有霉点儿、入口发苦，立刻吐掉漱口，全部丢弃。不要切掉坏的部分继续食用。黄曲霉素菌丝会渗透整个果仁，切勿因小失大，损伤肝脏健康。好了，各位叔叔阿姨，还有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关于核桃的科普就讲到这里。总结成一句话，核桃虽好，贵在适量，合理挑选，控制食量。核桃就是大脑的保护伞，盲目食用，乱吃加工核桃，核桃就会变成血管的定时炸弹。健康养生从来不是依靠猛吃某一种养生食物，而是依靠科学、均衡、克制的日常饮食。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大家和家人避开吃核桃的误区，吃出真正的健康。如果您觉得这段内容有用，欢迎点赞收藏，最重要的是转发到家族微信群，提醒父母长辈，核桃好吃，千万不要贪嘴。大家平时喜欢怎么吃核桃，或者吃坚果有什么疑惑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一一解答。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吃嘛嘛香。